伊朗刚炸完以色列，特朗普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伊朗差不多行了，以色列比比不准反击。那么你说比比他会听特朗普的话吗？6月7号，美伊战争整整100天，伊朗直接送上了百日大礼，20多枚中程弹道导弹加上10几架自杀式的无人机，精准打击了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因为当天早上，以军炸了贝鲁特南郊。那么这是4月份停火以来，伊朗第一次直接对以色列动手，大家也都看到了，全球金融市场被炸翻了。不过呢，我觉得真正炸翻全世界的不是导弹，而是特朗普的反应。你看伊朗的导弹还在空中飞，特朗普就急着接受采访说伊朗导弹你们已经发射了，差不多就行了，回来谈判。紧接着特朗普他当着全世界宣布说，我现在就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不准反击。特朗普还说美伊协议已经近在咫尺，绝对不能因为这点事告吹了。大家看懂了吗？今天美国根本不想为以色列继续的打下去了，特朗普已经被内塔尼亚胡折腾的拖的忍无可忍了。可是问题是，特朗普的话刚说完没多久就被现实打脸。6月8号，以色列突然空袭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多个军事目标，随后伊朗革命卫队指控以军还动用了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的本土。所以说情况就是特朗普前脚还在喊别反击，内塔后脚就把导弹踢出去了。那么这已经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了，这再次证明在今天的中东赛车道上，特朗普是双脚在踩刹车，但是还有另一只脚在踩油门。现在中东呢，就是一个谁都不听谁的死局。美国想谈想停想赶紧撤，以色列不想停，准确说是内塔不能停。内塔战时总理的身份是他唯一的免死金牌，极端右翼们在后面拿着鞭子催他，他一停他就得进监狱。伊朗也停不了，伊朗是你炸我的盟友，我就炸你的基地，你碰我的红线我就兑现警告。6月1号，特朗普在电话当中直接冲着内塔爆粗口了，说不是我，你早进监狱了，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讨厌以色列。那么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双方最糟糕的一次通话，他还公开承认了，可见是真的被气炸了。但是你说特朗普他为什么这么急呢？我觉得答案只有一个，11月的中期选举。80岁的特朗普，这是他最后的一个任期，没有下次了，他必须要在今年内搞定3个事。第一就是压油价降通胀，中东一打仗油价就涨，油价一涨选票就跑，选民们不关心什么国际协议，选民们只关心加油站的数字，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维持 MAGA 的基本盘。你看特朗普他80岁生日当天，在白宫的南草坪搭建了一个 UFC 的八角笼搞格斗比赛，8.5万人在外面看剧目。说白了，他就是把选举动员这次搬到了白宫，换了个方式而已。那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给自己整个特朗普家族留一条后路。最近呢，我看我们国内网上把一条真正的王炸的消息大家都给忽略了，就是5月19号，美国司法部和特朗普达成了和解，永久禁止国税局审查特朗普及其家人和公司过往的所有纳税申报表。请大家注意关键词，永久禁止。那么永久禁止是什么概念呢？美国建国250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包括因水门事件下台的尼克松，获得过如此彻底到不能再彻底的法律的豁免。尼克松当年就是被税务调查逼到墙角的，而特朗普这一次直接把税务局给封了。大家看懂了吗？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拼命的要在中期选举之前搞定中东的原因。因为守住了国会，就是守住了自己的安全网。他比谁都清楚，今天掌权不代表明天还能掌权。中东协议正是这张安全网最重要的一根线，最重要的一环。但是问题是，特朗普今天想拖，中东却等不了。内塔尼亚胡不想等，伊朗不想等，真主党不想等，胡塞武装也都不想等，所有人都不想等，所有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战略节奏出牌。可以说特朗普欲停但风不止。每一次冲突升级，他出来打电话；每一次导弹升空，他出来劝谈判；每一次局势降温那么一点点，就有人立马把火重新的点起来。所以说
白宫草坪上那场 UFC 格斗比赛，其实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在美国最贴切的一个隐喻。八角笼里拳拳到肉，看台上面欢呼震天，而决定胜负的裁判早已经不在场上了。